美国新国家安全战略证明，俄罗斯未吸引火力，中美两国未来10年将决出胜负。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傅先少。近日，美国政府由于受俄乌冲突的影响而难产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正式发布。这份48页的报告因为欧洲的战争而被推迟，但总体内容并未出现重大的转变，也未提出新的重要外交政策原则。你也可以理解为，俄罗斯发动的特别军事行动虽然影响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文件的发布时间，但却未能吸引火力。美国的战略和政策没有出现重大思想转变，仍然在压倒性地强调与中国的竞争。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有多重要呢？这可是美国的顶层国家战略，也就是说，它对拜登政府任期内的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性作用。它可以影响到美国的预算和立法，是十分重要的一份纲领性文件。从总体情况来看，美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让美国的盟友放心。拜登政府仍然希望在国际规则、规范、理想和伙伴关系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在对待中国与俄罗斯的态度上，美国将俄罗斯的威胁升级为严重，要努力约束危险的俄罗斯，而中国则被定位为其优先考虑的唯一的全球竞争对手。该报告还强调，未来10年是美国与中国竞争的决定性10年。美国不寻求让竞争转变为对抗或新冷战，双方可以和平共存，分享人类进步成果，并为之做出贡献。在俄罗斯方面，该战略预计，随着俄乌在乌克兰战场上处于被动，俄罗斯的常规军事力量将被削弱，这可能会增加莫斯科在军事规划中对核武器的依赖。美国将不允许俄罗斯或任何国家通过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来实现其目标。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声称，拜登政府处理乌克兰战争的方法生动地展示了我们战略的关键要素。他强调盟友，加强民主世界的力量，维护我们的民主伙伴和民主价值的重要性。你也可以理解为，美国在绝对实力相对衰弱的情况下，正因为俄乌冲突而获得维持霸权的契机。欧洲国家的安全防务被美国绑架，欧元被严重打击，美国正通过向欧洲出口能源来收割财富。德国等国因为天然气短缺导致制造业流向美国和中国，再加上国际热钱流入美国，欧盟的地位被弱化，而北约的地位反倒被强化。可以说，俄乌冲突让美国人挣了个盆满钵满。在对付中国的问题上，美国强调的主基调就是竞争。拜登政府将加强美国的技术部门，恢复美国的制造业，支持政府监管和研究机构的努力。美国将重新建立和维护以其为核心的国际联盟，既要塑造全球战略环境，又要应对这些跨国威胁。美国要围绕所谓的民主、贸易、技术标准等等来制定其国际准则，不仅要反映美国的利益，也要反映所谓民主盟友的利益。这些话其实可以用一句来概括，那就是美国将努力提升自己的竞争力，继续维护基于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为基础的国际规则和秩序。这份文件相当重视台湾问题，声称维护台湾海峡两岸的和平与稳定，这对地区和全球安全与繁荣至关重要，也是国际社会关注和关心的问题。这句话似乎是为了阻止中国大陆在不久的将来对台湾发动武统，
而不是为了鼓动台湾地区与中国大陆发生对抗。该战略延续了拜登政府已经概述的综合威慑冲突方法，强调跨领域以合作伙伴以及政府的合作，而综合威慑是美国印太战略对付中国的核心战略。要注意，经过21个月的酝酿，美国的战略已经很明显的转变为压倒性的强调与中国竞争。虽然提到要与中国展开合作，却没有表述如何能够确保得到中国的合作。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声称要超越中国，特别是在军事科技竞争方面。这也意味着美国将在未来10年内与中国展开武器装备的研发和装备大赛。而且美国人已经认识到美军在某些领域出现了退势。总体来说，俄乌冲突虽然让美国的新国家安全战略的报告发布推迟，却未能吸引火力。美国正在用代联战争的方式严重消耗俄罗斯的常规作战能力，或者说与中国展开竞争。这是中国无法摆脱的压力，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挑战。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